1991年1月，美军展开沙漠风暴行动，将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这场战争的最大特点就是42天的空袭与100小时的地面作战的对比。尽管联军已经对伊拉克进行了持续轰炸，并宣称摧毁伊军40%以上的坦克，但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却认为最多只摧毁了25%。这场战争还是要靠地面攻击来解决。2月份，美军第1装甲师与第3装甲师从沙特边境对伊军发动了侧翼袭击。装备348辆 MEA1 坦克的第1装甲师作为前锋攻入伊拉克后方，以第3旅为例，一天向前推进113公里，在12个小时内先后击败伊拉克2支装甲师。当时唯一能阻止美军进攻的只有油箱的有位报警。由于快速突进，第2装甲师每天需要为坦克加油3次。在快速推进中，隶属于第2旅第70装甲团的第2坦克营率先与伊拉克装甲部队接触。2月27日中午，麦地那岭，这是一条长约11公里的低沙脊，位于伊拉克南部鲁麦拉油田郊区，是伊军麦地那师所依赖的防线。第2营遭遇麦地那师第2装甲营，这支伊军装甲部队拥有3个坦克营，装备了约120辆 T72M1 坦克，以及一个装备 BMP-1 步兵战车的步兵营，另外还有10级火炮的支持。反观美军第2坦克营，仅装备了44辆 M1 坦克与12辆 M2 步兵战车。从纸面数据上来看，美军只有对手的1/3。伊拉克甚至与美军装备上的不足，于是根据2伊战争的经验，采取反坡战术，将装甲车辆部署在沙丘或掩体中。中午时分，美军第2营开始进攻麦地那岭，比连一排趁着在伊军不注意的情况下，在越过沙岭顶部后躲进了一个洼地里，而后利用热成像仪观察敌情，发现在沙丘后有伊军坦克与步兵战车，距离美军3000米左右，对美军来说是完全安全的距离。在热成像镜头中，这些伊拉克士兵正在准备午餐，对即将发生的灾难一无所知。B连连长马克·戈尔格斯上尉向上级汇报了敌情，并确认前方没有友军。此时，紧随其后的 AD 连也分别向 B 连两侧展开。中午12点17分，美军开始远程炮火射击。为了避免重复攻击和弹药消耗，并确认命中，指挥官要求每辆车轮流射击。根据美军坦克兵事后回忆表示，这完全是一场打靶战。激光测距仪显示作战距离在2800米至3200米之间。由于美军穿甲导弹的初速较高，仅需2到3秒即可到达目标地点，就连躲在掩体里的 T72 依然被摧毁。15分钟之内，37辆 T72 被击毁，剩下的伊拉克坦克还在进行徒劳的抵抗。一个连的 BMP-1 步兵战车试图从北面包围美军侧翼，却在没有任何紧张的情况下被美军的精确火力全歼。从美军第1枚炮弹打出去到战斗结束，仅用了35分钟，伊军就基本失去了抵抗能力。同时，美军还调动了远程火力，对战场后方增援的40辆伊军坦克进行了拦截。当美军宣布战斗结束时，麦地那岭以东几公里的战场上布满了伊拉克坦克、车辆和各种装备的残骸。战场北侧至少有10辆 BMP-1 残骸。不到1小时，美军一支营级部队便消灭了伊拉克精锐的麦地那师第2装甲旅。美军仅损失了4辆坦克、2辆步兵战车、2架武装直升机以及1架 A-10攻击机飞机。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沙漠行动开启了现代化战争的大门，不仅让苏制坦克颜面扫地，同时也让 M1 坦克成为军火市场上的明星产品。伊拉克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也说明，买方秀与卖方秀确实是2个不同的世界。M1 艾布拉姆斯是第3代美军主战坦克，由克莱斯勒防务公司设计，以克雷顿·艾布拉姆斯将军的名字命名。研发初衷是为了取代 M60 8吨坦克，同时也为了对抗苏联 T72 系列坦克。在1980年开始服役，为了适应现代化装甲作战，美军为 M1 集成了许多先进技术，包括燃气轮机发动机、复合装甲、火控系统、弹药储存以及 NBC 防护系统。不仅在美国陆军中广泛使用，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包括沙特、埃及、澳大利亚以及波兰等。其家族主要有 M1、M1A1 以及最新型号 M1A2， 后续的改良型 M1E3 仍在开发阶段。凭借着10396辆的生产数量，成为欧美国家的主力坦克。M1 艾布拉姆斯坦克是世界上第1辆使用1500马力燃气轮机的坦克，同时也是最早使用贫铀装甲与信息化作战系统的坦克。在样车阶段，美军为其配备了105毫米线膛炮，但考虑到苏联 T72 的整体实力，后来又换装莱茵金属生产的180毫米 M256 型滑膛炮。也正是因为换装了主炮，使得 M1 在海湾战争中一战成名。
曾在1500米的距离上使用穿甲弹击穿1.5米沙墙后隐藏的 T-72 坦克，也曾在2000米距离上使用1枚穿甲弹连续击穿2辆 T-72。除了火力强大 ，M1 还拥有先进弹道计算机、全景成像仪，可以在100米的能见度下识别3000米处的目标，从发现到命中只需要6秒。那么这辆传奇坦克究竟是怎么诞生的呢？1956年，美国开始研发 M48巴顿坦克的后续车型。虽然在 T95 中型坦克基础上发展出 M60， 但美军认为 M60 只是过渡性装备，仍要寻求可取代巴顿系列的全新车型。而在肯尼迪上台之后，麦克纳马拉成为国防部长，大力提倡武器装备的通用化，不仅对空军和海军通用的飞机与其他武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还强调陆军与海军陆战队装备通用性，进而实现北约各国武器装备的通用化。当然，不仅仅是内部的原因，还有苏联方面的。60年代初期，苏联领导的华约正处于最鼎盛的时期。华约沿着东联邦德国边境部署了强大的进攻力量，数万辆坦克正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越过柏林墙西进，成为悬在北约各国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剑。面对华约的咄咄逼人，北约也希望通过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在遏制华约可能发动的进攻。如何应对华约的装甲优势，成为北约军事领袖日夜思考的头等问题之一。在大力发展反坦克武器与小型原子弹的同时，研制一种性能先进的主战坦克，成为北约对抗华约的重要举措之一。出于部分国际原因，北约希望能将冲突限制在靠近边境地区，优先考虑的就是德国境内，同时将冲突维持在仅使用常规武器的水平上。在这种前提下，北约最为关切的就是东西德边境地区，但联盟德国不接受任何允许苏军突入其领土，1寸领土都不行。此时的联邦德国已经在50年代完成了复兴，并于60年代初期研制出豹1主战坦克。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德国的豹1与美国的 M60巴顿分别是双方当时最先进的坦克，都是为反制苏联 T5455主战坦克。然而苏联列装的 T62 凭借着115毫米的滑膛炮，拥有强悍的穿甲能力，同时还拥有非常高的防护能力，豹1与 M60无法与之抗衡。联邦德国原有豹1坦克升级计划，但评估后认为设计已经过时，最终放弃了豹1坦克升级方案。为了解决装甲不足的问题，美国选择与联邦德国合作，一个出钱，一个出技术，开发 MBT-70 坦克与 KPZ-70 坦克。为此，双方还签署了共同开发通用主战坦克的了解备忘录。然而，这份备忘录的签署却成为整个开发计划中最糟糕的决定。根据设计方案，新型坦克配备当时最新的液气悬吊系统，拥有一个足够容纳所有成员组的大型炮塔，安装一门152毫米 XM150 坦克炮，能够使用普通炮弹，也能够发射 MGM-51 棍杖导弹，明显带有当时导弹万能论的意思。其中 MBT-70 坦克采用了大陆集团 AVCR 气冷式 V12 柴油引擎，可以输出1470马力。KPZ-70 坦克起初其采用了一具与美国版类似的戴姆勒奔驰引擎，后又改为 MTU 费德列斯哈芬公司设计的引擎，可输出1500匹马力。两个版本坦克都能达到每小时69公里的时速，而同时期的苏联主战坦克 T62 却仅能达到每小时48公里。然而备忘录的签署使得美国与联邦德国都想主导开发计划的方向，使得双方对新型坦克的每个部分都争论不休，包括主炮、发动机以及装甲，就连设计的测量单位都会出现许多争论，难以达成共识。不过后来双方还是在单位系统的问题上达成协议，新设计将采用2种系统并行的方式。也正因这种形式，使得 MBT-70 开发计划大幅超出预算，所以联邦德国在1969年选择退出计划。此后，美国国防部虽然继续维持该项目的运作，但考虑到技术不成熟的 MBT-70 还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无奈之下只能终止项目。之后，美国还曾考虑修改 MBT-70 的原型设计，将原本西德负责设计的组件换掉，推出 XM803 项目，开发出 MBT-70 的低成本版本。但国会在审查项目时发现，在放弃一些复杂技术指标后， XM803 项目便不具备明显优于 M60 的总体性能，最终取消了该项目。由于 MBT-70 主战坦克项目的失败，对于70年代的美国来说，冷战环境变得非常糟糕。冷战氛围最浓烈的地区依旧在欧洲，苏联究竟会出于什么原因发动进攻是一个谜。事实上，当初北约所进行的兵推都基于一个标准，那就是将丢失或收复盟国领土数量作为主要目标，最大幅度减少领土的丢失。另外，考虑到沿着对峙线部署的北约部队的作战总身过小，尤其是在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之后，从柏林墙到比利时、荷兰以及英吉利海峡几个距离里面，最短的只有560公里左右。
这种战略态势让美国不得不为装甲部队寻求高质量的武装计划，这也是为何美军在新型坦克项目多次折戟之后，仍不断开启新项目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MBT-70 项目没有完成，但美国与联邦德国却获得了不少好处。首先，德国在推出计划后，在原计划的基础上，对车体、炮塔以及主炮进行重新设计，发展出豹2主战坦克。而美国则是提出了 XM815 项目，也就是后来的 XM1 项目。由于当时的北约阵营面临着规模庞大的华约装甲力量威胁，所以在 XM815 项目初期，美军就要求在防护、火力以及机动性3个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以此来弥补数量的不足。1972年2月，美国成立了新一代主战坦克的特别小组，由使用单位、研发单位以及陆军参谋部3方人员组成。同年8月，陆军完成坦克的基本需求设想，明确了19项作战要求。美国国防部选用通用汽车公司与克莱斯勒公司为承包商，要求双方按照这些要求进行设计，后又根据1973年爆发的中东战争所反馈的战场经验，对这些要求进行了修正，比如进一步提高主要性能，增大战斗距离，改进车载弹药储存，通过增加裙板来加强侧面防护，以及改进并列机枪等。由于两家公司都是严格按照要求设计的，所以两辆样车在风格上没有明显区别，除了负重轮的数量差距以外，最大的不同在于发动机。通用汽车采用的方案比较保守，采用的是 AVCR1360 2型变压缩比柴油机，而克莱斯勒采用的则是康莱明 AGT1500 燃气轮机，发动机功率都是1500马力，都可以跑出每小时70公里的最大时速。后来美国国防部认为新型坦克需要配备120毫米滑膛炮，因此要求两家厂商根据修改样车，在经过比较之后，美国最终选定了克莱斯勒汽车的方案，项目也更名为 XM1。克莱斯勒之所以可以获得竞标，其中一个原因是坦克未来改用120毫米滑膛炮时，对原设计的改造范围比较小，战斗权重也比较容易控制，能够避免超支。当然，这还不是主要原因。首先，不同技术类型的发动机决定了竞标的结果。在两家样车中，克莱斯勒使用燃气轮机，由康明斯公司研发设计，这是美国陆军1500马力燃气轮机计划的产物，研发要求非常苛刻，规定发动机大修期要超过1000小时，油耗接近柴油机，同时还能提供1500马力输出。此外，受到三军装备通用化的影响，这款发动机需要系列化，变形机可以在重型车辆、飞机以及其他平台进行使用。康明斯凭借3轴回热循环带领额叶片的设计方案，获得陆军30台样机的合同。第一台发动机要在20个月内交付，30台样机要在2年内交付。这样的研发进度非常紧张，只有一般燃气轮机研发时间的一半。于是康明斯选择了 UH-1 修直升机所使用的 T53 涡轴发动机，在其基础上推出了 AGT1500 燃气轮机。1973年 AGT1500 燃气轮机在验证时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大修期是柴油机的3倍，功率可以增长到1800马力。虽然 AGT1500 油耗高于柴油机，但克莱斯勒认为还有改进潜力，才决定在样车上使用 AGT1500 燃气轮机。在后来的样车中也证明了燃气轮机可以适应高温与多尘环境，在尘埃浓度高于零可见度20倍的条件下，燃气轮机依然可以正常使用。虽然克莱斯勒样车所使用的燃气轮机油耗较高，在权衡其优缺点之后，美国陆军最终选定了这款样车。1978年 XM1 定型，相较于样车有了不少修改，炮塔正面改为倾斜的多边形设计，车体正面的轮廓也有所修改。美军将新型坦克的型号命名为 M1。虽然 M1 坦克与 MBT-70、XM803 有些类似，都是一种融合了许多新技术的坦克，但在经历多次失败之后，美国坦克工业早就不是当年的愣头青，所以在项目一开始，美军不再追求 XM1 是一款完美坦克，转而选择将其设计成一款可靠的、可不断升级的平台，使得外界认为 XM1 的保守设计有些平庸。但值得注意的是， XM1 项目在一开始就将可拓展性与技术升级潜力放在首要位置，主炮、火控、装甲以及传动模块等部分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可替换的。M1 早期型号配备了105毫米 M68A1 线膛炮，后期型号升级为120毫米 M256 滑膛炮。而 M1 采用的贫铀装甲是通过将贫铀金属嵌入复合装甲内，可以显著提高坦克在对抗动能穿甲弹与成型装药弹药的防护能力。凭借着高密度与高硬度，贫铀装甲可以有效吸收和分散攻击能力。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在过去的40年内 M1 坦克经历不断的技术改革，但比较有意思的是，40年前的 M1 与如今的 M1 相比，
并没有给人改头换面的强烈感觉，并且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稳定感。这主要得益于整体设计的成功。虽然从布局上来看 M1 又回到了巴顿系列坦克的发展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 M1 就是巴顿系列的改进版。首先，在 M1 的设计中，遵从一个基本原则：最小的车辆尺寸与最高的忍击功效相结合。但想要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比如，为了降低车体高度 ，M1 位于前部的驾驶室内，驾驶员在关闭车窗时需要以半仰卧姿势进行操作。而在 MBT70 设计方案中，驾驶舱设计得非常特殊，没有像其他坦克那样放在车体前部，而是置于炮塔战斗舱的一侧，并拥有一个单独的悬吊系统。当炮塔旋转时，使其保持方向上的固定。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因为 MBT70 的结构问题导致驾驶舱无法塞入车体。反观 M1 坦克在控制整车车高上达到了比巴顿系列更好的结果。当然，美系坦克并不像苏系坦克那样对外部尺寸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美系坦克战斗室空间相当宽裕，无论是多高的坦克手在内部进行活动。在 M1 战斗室内，车长与炮长在炮塔的一侧，车长位置最高，毕竟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装填手则是在另一侧。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 M1 在总体布置上放弃了自动装弹机的设计。M1 相对低矮的外扩是在没有采用自动装弹机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意味着其充沛的战斗室空间是其整体布置中的神来之笔，对需要直立空间进行操作的装填手来说意义尤其重大。考虑到 MBT70 与同时期的 T64 都开始使用了自动装弹机，而 M1 依旧是手动装弹，在这一点上采用了保守的设计，这也让外界有了一些指责。但值得注意的是，导致 MBT70 失败的诸多原因中，就有不成熟的自动装弹机，而且 T64 所使用的苏系自动装弹机的有效性也一直被外界外溢，尤其是炮塔座圈下的转盘式弹药结构，对车辆成员的生存性造成了绝大威胁。美苏坦克的设计师们对于坦克的抗摧毁性与成员的战场生存能力，在理念上存在巨大的问题。苏系坦克设计师认为这是一码事，所以便将弹药放置在最高的结构防护之下。然而，这也意味着成员要与最危险的弹药处于同一位置。但美系坦克设计师却认为这是两码事，将坦克的抗摧毁性与成员的战场生存性分开。这一点在美系坦克的整体布局中也能显示出来。坦克可以被摧毁，但成员必须在坦克被摧毁的过程中存活下来。因此 M1 坦克采用的弹药布局非常简单，将弹药的主体部分布置在炮塔尾舱，装填手可以通过能迅速开合的装甲隔离装置拿取弹药。在战场时，若弹药舱被命中或着火爆炸，气浪会先将炮塔顶部的3块泄压板冲开，使成员免受2次伤害。随着海湾战争的爆发， M1 在战场上一战成名。1991年的伊拉克军队可不是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拥有100万陆军，装备5000余辆各式坦克，8000余辆装甲车，3500门大口径火炮以及多种型号的导弹。当时的伊拉克将经历2伊战争，军队是经历过战争洗礼，美军远道而来，伊军以逸待劳。即便能打败伊军，美军也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连当时的美军司令部都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在战前就采购了2万具以上的果实弹。从战略上来讲，美军先进行长时间的空中邀支，然后再出动快速反应部队巩固前沿要点，为后续重装部队赢得时间。等到以第7军为主力的重装部队集结完毕之后，联军从北方越过沙特、沙伊边界进行装甲突击。美军统帅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将军制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战术，以沙特、科威特边界的波斯湾沿岸为轴，联军部队依次排开向东，进行一个类似旋转门的突击，对攻击半径内的伊军进行横扫。这种战术也被称为左勾拳。美国陆军第7军就处于战线中央，7军最前沿部队为第2装甲骑兵团，是整个装甲部队的矛尖，其主要任务是侦察与保护，并进行远距离机动，骚扰敌军的侧翼与补给线。当然，他们不是骑马出击的，而是快速机动的坦克与装甲车，下辖3个骑兵营、1个空中骑兵营、1个战斗支援营以及战斗工兵和化学连。其中骑兵营由骑兵连、坦克连以及自行火炮连组成，空中骑兵营由侦察、攻击直升机组成。作为最前沿的军队，第2装甲骑兵团最开始的作战计划是通过直升机搜索敌军位置，然后骑兵团前往牵制敌军，同时召集第1、第3装甲师消灭敌军。然而当天天气不好，再加上伊军点燃油井，导致战场上的能见度非常差，无法起飞战斗机，地面装甲骑兵部队只好自己出发寻找敌人。2月26日下午4时，第2骑兵团下属的老鹰连连长 H.R. 麦克马斯特上尉在进攻伊军阵地时接受报告，发现伊军将坦克部署在反坡后面。
这样当美军坦克翻过斜坡后，会被伊军坦克快速锁定，而且伊军在防线前布设了雷区。此时麦克马斯特面临2个选择，一是按照作战要求在原地进行防守，等待后续重装部队上场；二是主动出击，应战敌方装甲部队。此时的老鹰点有10辆 M1A1 坦克、16辆 M3A2 骑兵战车。在第一轮交战中 ，M1 坦克在红外与热成像瞄准仪的协助下，凭借120毫米火炮摧毁敌军至少8辆 T72 坦克。随后，老鹰点继续向前推进，并发现更多的敌军装甲目标。麦克马斯特发出进攻指令，并命令第2、第4排骑兵战车在侧后推进，利用25毫米机炮与陶式导弹掩护 M1， 再次摧毁18辆敌军坦克。与此同时，在老鹰点北侧8公里处，鬼怪点也在向前推进，但由于沙尘暴的原因，双方暂时失去了联系。于是老鹰点便派出 M3A2 战车，然后与13辆 T72 遭遇，其中距离最近的 T72 坦克不足10米。当时这辆坦克正隐藏在沙坑中。一般来说，步兵战车面对坦克是没有丝毫胜算的，但 T72 坦克的反应速度实在太慢，在几分钟的时间内 ，M3A2 就利用陶式导弹摧毁了5辆 T72。随着其他连队的 M1 坦克加入战场，最终消灭了残存的伊军坦克。老鹰连装备的10辆 M1 坦克在23分钟内消灭28辆 T72、16辆步兵战车以及39辆军用车辆，而自身没有任何损失。相关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而在6小时的激战中，第2骑兵装甲团共摧毁215辆坦克、225辆装甲车、12门火炮以及120余辆军用车辆。可以这样说，在海湾战争地面行动中，伊拉克高估了自己，而美军低估了自己。因为美军认为这是 M1 首次投入实战，所以做了冲突的准备。美国中情局通过秘密途径一直在关注伊拉克武器的技术状况，在开战前还再次确认伊军 T72 坦克仍在使用125毫米 3VB M7 型穿甲弹。由于 M1 从未正面对抗过苏联的125毫米滑膛炮，所以美军还在战前将部分 M1A1 坦克的复合装甲升级为平油装甲，并称为 M1A1HA。 安装平油装甲的位置主要是交战最易直接击中的位置，比如炮塔正面和炮塔前部成员舱的侧面。同时美军还配备了 M829A1 平油穿甲弹。反观 T72 坦克，别说面对 M1 所使用的穿甲弹了，就连 M48 都能正面击穿 T72。为此，苏联还为其加装了一层20毫米的复合装甲，但依旧不起多大作用。除了火炮与装甲优势以外， M1 坦克在火控系统更是远超伊军坦克。M1 拥有激光测距系统、先进导弹系统，在行进间射击都有很高的命中率。而伊军装备的许多坦克仍在使用老旧的光学分度镜进行测距，火控系统简陋，瞄准费时又不准确，使得 T72 的设计程序不但冗长，而且命中率也非常低。当 M1A1 与 T72 相遇时，就会经常出现前者先发现后者，然后又在后者的射程之外先行开火。M1 所装备的火控系统还集成了热成像夜视仪，可以在恶劣环境或夜间环境下有效射击。而伊军 T72 坦克仍在使用主动式红外夜视仪，依靠炮塔与火炮联动的红外线灯搜索瞄准目标。在 T72 瞄准 M1 时，等同告知自己的位置，这样伊军坦克在夜战时损失惨重。也正因为美军 M1 坦克在各方面的性能都领先于伊拉克装备的 T72、T62 以及 T52， 联军又拥有制空权，可以派出大量空中力量对伊拉克装甲部队进行打击，使得海湾战争出现一面倒的结果。在整个海湾战争中，美军共有23辆 M1 与 M1A1 被损坏，而且当时的 M1 坦克还未配备敌我识别系统，在天气恶劣的沙漠或夜间使用时，经常出现友军误击的情况出现。在受损的9辆 M1 中，有7辆是被友军火力导致的。除了战绩辉煌以外， M1 在战争期间还表现出极高的妥善率，就连备受抨击的燃气涡轮发动机在战场中的表现也非常可靠。在100小时地面战中，第7军与第18空降军的 M1 坦克妥善率达到 90%， 隶属于第7军第3装甲师的300余辆坦克曾在夜间连续推进200多公里，且没有出现任何故障。这也是为何外界会说出那句话，在海湾战争中能阻止美军 M1 推进的只有油箱报警。从 XM1 到 M1A2， M1 系列坦克经历多次升级。在最开始，为了应对苏联最新型坦克的发展，美军在 M1 最初型号基础上运用一些新型技术，发展出 M1A1 型坦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换装德国蓝金属生产的120毫米 M256 型滑膛炮。由于更新了新的火炮，美军同步为 M1A1 装备了全新的火控系统，使其可以做到在恶劣的战场环境下先敌发现、先敌开火。相较于 M1 型坦克， M1A1 还换装了新型复合装甲，内部含有平油装甲板，
使其在海湾战争中可以抵抗 T-72的正面打击，同时还增加了核防护能力。1986年，美军开始生产 M1A2 型，这是一款应对未来战场的信息化主战坦克，外观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增加了数字化火控系统、独立指挥员瞄准镜以及热成像仪等技术，并增加了车技信息系统，允许车辆之间进行自动连续的信息传输，从而提高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在该型号中，最重要的升级是 SEP， 也就是系统增强计划，配备车长独立热成像仪和先进战场管理系统，可以主动提供部队位置、后勤补给、目标数据以及战场命令等，同时还具备了列、歼作战系统，可以极大提高坦克在恶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其信息化程度堪称一流，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数字化坦克。截至目前，美军现役型号已经发展到 M1A2 SE-PV3。有消息称，美军准备取消 SE-PV4 版本，因为陆军认为 M1A2 SE-PV4 的升级幅度太小，只在 M1A2 平台上进行了小幅度升级，是难以应对未来战场环境的。其次呢，就是 M1A2 实在太重了，在 SE-PV3 升级阶段增强了火力与防护能力，在经过升级之后，让 SE-PV3 的战斗权重直接飙升到了70吨以上。美军当初启动 M1A2 SE-PV4 升级计划时，要求再升级第3代前视红外夜视系统，引入弹载数据链和多用途弹药，先进战场管理系统、新一代激光告警系统、主动防护系统以及先进网络通信系统时，不能再继续增加 M1A2 SE-PV4 的战斗权重。但即便不增加重量， M1A2 SE-PV4 依旧会达到70吨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不如放弃对现有 M1 系列主战坦克的现代化改造，将研发资金用于更重大的升级项目，转向全新设计的一款坦克。美军开始发展 M1E3， 目前已经进入设计阶段。